那今天要闲聊的主题一样是如何改善经济状况，只是今天所采用的牌阵就会跟上次不一样，虽然也是说抽6张牌，那只是说这一次6张牌就是说看你往哪一个方向去找机会，会比较有可能对你的会带给你比较好的经济效益啦，就是帮助比较大。那就是抽6个方向，就可能转行，或者说跳槽，就转换工作领域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创业，或者说斜杠这样子。不对，应该说就是创业。但是创业不见得是辞职去创业，就是有可能是你本职工作没有辞掉的创业也有可能。然后第三个就真的是斜杠，那斜杠不见得是创业，或者是你就是总之就是有可能下班之后还做其他工作，有可能是不同领域的，也可能是同领域的。那总而言之就是做2份工。那第三个就是进修，就是可能在增强自己原有的技能，或者是进修其他的技能也行。但总而言之就是在学习的意思。然后第5个就是找贵人，就是看有没有人能够给你一些有用的建议，或给你提点一下，或者说给你比较实质性的帮助，提拔你这样。然后第6个就是说投资，就是可能做股票啊、债券啊、基金啊、房地产啊，就看投资有没有机会这样。就这6个方向。那然后就还是讲一句，就是像那种什么财经节目啊，也都会讲的，就是做任何的理财，其实都是有风险啊，就自己就是好好评估之后，然后再去做，因为就是可能后果都是要自负啦。不过我们就还是看看哪一方面就是比较会有机会。那今天的选项就是在封面，然后我隔天就是会放关于选项的 short。如果你觉得就是说看影片你比较好选的话，也可以等就是 short 发布以后再选。那就先来看就是第一个选项，有选项1的人。第一组的话，还蛮多部分是有机会的耶，就是像创业啊，或者说斜杠啊，还有再进修啊，以及投资这几个方面都有机会。就是你创业的话，这是一张算是说
成就感，或者说就是比较得意、心情比较好的一张牌。你看他的表情也是相当的享受。那有可能说你如果要创业的话，有可能是做说你自己心之所向，就是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不见得是兴趣。兴趣有的时候是兴趣，你自己私底下喜欢做的事情，但有的人不见得会想把它当工作，但这就是你可能一直想做的事情，所以说你做这件事情你是很满足、很有成就感的。所以你内心如果说有一直想要去试试看的事情，我觉得是可以试试看的，就是感觉你就是做这件事情是开心的。那斜杠，你如果说除了正职工作以外，要再做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可以。就权杖十也是说是会成功，只是说你如果这样做的话，就确实是会体力的耗损会比较大，然后你要背负比较大的压力跟责任啊，就可能会比较辛苦，但是是会成功的，就也会给你带来比较好的经济效益。那进修，因为隐者牌就是说在自己就是不断的去研究跟精进自己的技能、自己的专业嘛，所以就进修抽到这张牌是很适合的。就是说，代表说你就能够再进一步提升说自己的工作能力，或者说在你想要精进的专业上是能够获得成果的。那投资也是可以的，因为世界牌正位也是比较好的牌。可是我觉得世界牌同时，因为它是大牌的最后一张牌嘛，所以我觉得它同时也是代表说你要先，因为它是经历了前面其他牌之后才到最后一张大牌，所以我觉得它同时也是暗示在说你要做功课，就是要做好准备以后，然后才去做投资，就会有好的结果。所以这一些方面，其实你是都可以考虑看看的。就嗯，就是创业、斜杠、进修跟做投资，这些方面会带给你比较好的成果。那可能比较不推荐的部分，如果你真的想去做，也不是不能尝试啊，但就是阻碍会比较多一点。例如说转行的话，你可能就会面临一些让你情绪上会比较动摇的、比较烦心的事情，可能会让你变得比较情绪化，情绪管理会变得不受控，所以应该是会遇到一些困难，尤其是会在你的精神上会造成打击。那像权杖二的话，我说你要找贵人的话，我觉得权杖二就是一个，如果说权杖二是逆位的话，就代表就是毫无计划的一个行为哦。就算你要找贵人，你可能目前也没有说一个具体的方向啊，这样盲目的像无头苍蝇一样去找，可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好的收益，这样。所以就是刚刚推荐的几个方向是你可能比较有机会的，那你可以参考看看。好，那第一组就是这样。那有个占需求的话，就是可以参考一下资讯栏。那来看一下第二组，选择第二组的人。
二组的话，可能主要就是找贵人哦，可能你的贵人运是会比较好一点，找贵人是会可能效益是会比较大的。而且他可能会给你比较实质性的，也许经济上的帮助，或者说直接是一个商业上的合作，会有一个合作的邀请，也不一定。或者是他是能够提供你可利用资源的人。就是因为是 Pentacle， 我觉得他可能不只是说能够提供你建议的那种贵人，而是能够提供一些比较实质性的帮助，像我说的，也许是金源啊，就钱嘛，那或者说是可利用的资源，这样可能或者说提供你一个管道，你可能以前不知道，然后有一个新的赚钱的管道，这样子也不一定，或者说直接就是跟你有什么合作项目，然后大家可以一起赚钱，这样感觉会是一个比较实质性的帮助。那如果说转行的话，你如果要转行的话，可能会面临比较多的挑战啊。然后这些挑战就可能就是会让你经受很多很大的挫折，可能身心都会比较受挫一点。要创业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创业你如果硬要做，我倒觉得不是完全没有机会，完全不可能。可是也是会很累，因为权杖9就本身是一张很累、很辛苦，然后辛苦到只差临门一脚。如果它正位的话，就是说只差临门一脚，就是鼓励你可能再坚持下去。可是我觉得逆位的话，你有可能会没有办法撑到最后。可是我觉得这还是看你对创业的这个事情有多想做或多执着啦。有的时候，就算抽到不好的牌，其实还是可以尝试看看。而且我觉得说，如果是有机会成功的牌的逆位，有的时候可能只是代表说你要比抽到正位的人更努力，经受更多的苦难，但它不是完全几率是0的。所以说，像你在斜杠这件事情上，就是权杖女王的逆位，也不是我觉得也不是说这件事完全不行，只是说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说你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，你就会渐渐的失去热情跟行动力，然后开始怀疑说自己这么做就是对的吗？这样子会比较迷失啦。然后你如果要去进修的话，就可能进展会比较缓慢啊。就是你可能会很想要快点的达到结果，但是可能收效是不如预期的。然后投资的话，可能就是不会如你想象中的美好，你可能就是会有对投资有很好的想象啊，很好的愿景啊，但实际去做之后，可能会发现说没有想象中的容易，或者说投资的效益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好。这样，所以说，以牌面上的牌来看的话，就是与人合作，或者说有一个贵人会给你实质上的帮助，这样子就是效益是比较好的。但是我觉得主要还是看自己想要怎么做啦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不好的牌只是说代表说，确实是会比较多的挫折，然后比较多的风险这样。但是你如果真的想去做，有的时候就是那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过，就是就算大家都跟你说不行，你还是
一股脑就是觉得我就是没有办法控制，我就是想做这件事。如果真的碰到那种情形的话，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就是阻止不了啦。因为我自己有时候想做的事抽到不好的牌，我也还是给他做。不过这个就是个人选择啦。那第二组就是这样。那如果有个占需求的话，可以看一下资讯栏。那看一下第三组，就是在哪一个部分比较有机会或有比较好的效益。那今天解牌，我可能就有机会的部分，就是重点讲解一下，然后可能没有机会的部分也会讲，但就简单的讲一下，带过一下这样。那我觉得这一组牌就是比较有机会的部分，就是说创业，然后跟可能找贵人，有贵人帮忙这样，这两个方面是比较有机会，然后效益比较好的。那创业的部分的话，如果再结合说愚者牌本身的含义的话，它就是一个四处冒险，然后像孩童的心这样子尝试，抱持着比较乐观天真的心去做。所以我觉得有可能说你要尝试创业的这件事情，也是你本身可能就
你做起来是比较快乐的，所以你才能够这样子积极的，就是比较积极的去做，愿意为之而冒险。再不然的话，就是暗示说这个产业有可能是因为愚者是一张有关旅行的牌嘛，所以它可能是跟旅游啊，到世界各地去看看啊，或者说跟各地不同的文化啊、风情啊比较相关的工作，要不然它就是一个比较新兴的行业，就是可能是近几年才有的行业，或者说也许是其他人都没有想到的，你自己想出来的一个行业也有可能。会比较偏向这几个面向跟可能性，这样你可以想想看，说你是不是有想做这些方面的事情，或者你有没有一直心里很想要去闯，但是一直没有试着去做的事情，那可能就是那一件事。那再来就是找贵人也是会比较有用，有可能因为是保不是权杖八是一张就是比较速度比较快，就是事情发展快速的一张牌，所以有可能说，只要你愿意去想说有没有人能够帮你，或者你愿意去找，可能马上就会有人愿意站出来帮你，或者说你找到这个贵人之后，他能够帮助你事情进展的很快速，这样。那其他的面向的话，像是如果是转行的话，有可能并不是那么理想的开始，因为像金币王牌就是一个在经济上比较好的一个展开嘛。那逆位的时候可能就不是那么好的开始了，你可能做这件事不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。那可能斜杠的话，也许你会觉得说，哦，能够脱离原有的处境，但可能没有办法耶，没有办法像你想的那样子有所突破啦。那进修的话，我觉得到最后可能就会太累了，然后就会让你想把这些沉重的包袱都放下，可能会没有办法坚持到最后。那如果投资的话，我觉得你可能尝试投资的话，我觉得你的思虑上可能就会没有那么清晰哦，或者说你会比较容易被自己的情绪带着走，就有点像是那种，你如果作为旁观者的话，就一切都看得很清，但你如果是当局者的话，你就会被陷入在那个套里，就老是会被也许释出的一些消息面，然后就大家都说哦这个东西不好啦，然后你就会动摇，然后想说那我是不是要卖掉？或者说哦，如果说大家又说这个东西好，你又会想说我是不是要一股脑的去追风？就可能没有办法说自己的思考是很清楚的，有可能会容易被带跑这样。所以说，但是刚刚也讲过啦，其实还是要看你自己可能最想做的是哪一个方面。但只是说，以这一次的占卜结果，你可能选到选项三的人来说，你比较有机会跟会获得比较高的效益的方面，就可能是创业，然后可能找贵人这样。但这就是占卜的建议啦，尤其就是大众占卜，其实也不是说是很针对性的，就是参考。然后呢，第三组就是这样。那有个占需求的话，可以看一下资讯栏，然后看一下第四组。
最后一组就是说你比较有机会跟效益比较好的部分，可能就是说转行，可能就是换工作，因为相同领域但跳槽，或者说干脆就是不同领域。只是说这个过程就还是会比较辛苦啦，因为权杖九就是要背负很多的责任压力，然后就是自己要很努力，脚踏实地的前进。我觉得也有可能抽到这张牌，你可能一直有在想转行的事情，而且你可能也默默的其实做了一些准备。那这张牌其实有一点是说，哦，你到这一步了，你其实只差临门一脚了，你再坚持一下，你就可以转行了，你就可以成功转过去跳槽，或者跳槽到你比较想要的公司。就这张牌其实有一点激励那种已经努力到只差最后临门一脚的人，只要再坚持一下，就走完这最后一步，就能够得到你想要的结果。所以如果说你是一直可能有在准备这件事情的人，其实可能最近就蛮有机会能够成功的。就假如你其实已经准备一阵子了，那再来就是可能找贵人，就可能会有跟你很谈得来的。我觉得这个贵人应该是会跟你的价值观啊，或者是思考的波长啊什么，你跟他聊天，你可能就是你们彼此是会觉得很投机的那样的贵人。那他可能就会帮助你，就是在心情上、心境上，也许说比较开阔，或者说能够帮助你视野上，也许能够更宽广。更多的可能是精神上、情感面上的支持，然后可能也会给予你一些建议啦。我觉得他会给你一些可能蛮有建设性的建议。但我觉得圣杯牌相比起钱币、金币牌来说，它比较是给予建议，然后心理上、感情上的支持。但他给予的建议也可能是就是实质上的建议，不是只有情感上的建议，只是他比较不是行动的，或者说直接给你钱的那样子的贵人。但你有什么事情犹豫不决的话，也可以听听看他怎么说，可以参考看看。那其他方面的话，像创业的话，我觉得创业可能就是要看你自己是不是行有余力啦。因为金币二的逆位的话，如果说你不缺钱，你就觉得你做这件事情快乐，其实创业也不是不可以。但这就不是一个基于实际利益去考量的决定啊。就是你如果有余力，这件事情创业倒也不是真的不行。但你如果没有余力的话就算了，可能这件事情就还是要再缓缓比较好，要再多考虑，再多准备。那如果说斜杠的话，我觉得斜杠可能，我觉得你可能会因为太累、太辛苦，我觉得会影响到你思绪的清晰程度哦。有可能就是说你可能在做你原本工作的时候的思虑，就是会受影响，思虑跟情绪都会受影响，有可能会影响到你原本政治上的表现，有可能周围的人就会觉得，哎，你最近怎么好像比较情绪化，或者说好像会出一些错，这样就思虑跟情绪管控会渐渐变得没有那么好。那进修的话，你这进修的机会，可能你在想的进修机会是比较需要跟人家竞争的哦，有可能这个进修的机会得来不易是一道窄门哦，需要去跟别人竞争这个进修的资源。倒不是不行，因为这张牌其实
只是说你要为了这个有限的资源去竞争，但我觉得这不是一张明确的给你明确的结果是好或坏，只是说你如果真的要去进修的话，就是要经过非常激烈的竞争，才能够得到你想要的进修结果。就是暗示了说你要跟别人竞争，然后可能会蛮混乱、蛮辛苦的这样，但他没有说一定好或一定坏。所以你如果真的想要尝试这个进修的机会，也不是不行，只是说争取这个机会的过程是需要跟人竞争的。那投资的话，我觉得你如果一开始去做的话，有可能会觉得好像都没有得到你想要的结果，然后你有点无可奈何，然后无能为力，然后不知道就很迷茫，失去方向，不知道到底怎么做才是好的，有可能就是你投下去的结果都跟你想的不一样，但你也不晓得该怎么办，找不到方向啊，这是一张比较找不到方向的牌，不知道怎么改善的牌。那所以总结来说，这张牌就是比较有机会的方向，就是说转行或者说找贵人。那其实进修倒也是可以尝试，因为它不是明确的好或明确的坏，只是说要竞争。好，那最后一组就这样。那如果有个占需求的话，就是可以看一下资讯栏。